他恐怖犀利的踢法，一脚就能让对手当场猝死，丝毫不留情面的拳腿组合，可以轻松击毁对手的防线，将对手打到浑身抽搐，不省人事。近乎无敌的实力让他不满足于在日本称王称霸，于是便来到中国寻求刺激。来到中国后的3年来，9战9胜，9场比赛全部将中国选手打废掉，甚至有的中国选手还被打断脖颈，成了一辈子的植物人。这一次他野心满满，要向10连胜发起冲击，最终彻底称霸中国拳坛。中国功夫都是花拳绣腿，我已经拿下了9连胜，接下来我会继续称霸中国拳坛，将中国废物统统踩在脚下。谁要是能打赢我，我就将这些年在中国的收入全部捐出。这边出场的正是刚才疯狂叫嚣的日本拳王朝九玉贵，他被称为日本21世纪以来最强的格斗天才，同时也有人叫他擂台暴君，因为他每场比赛都会将对手打得生不如死，肋骨断裂。这是他第10次来到中国，这场比赛他想冲击10连胜，以此来彻底称霸中国拳坛。而今天出场迎战的中国选手也不是泛泛之辈，他便是具有日本克星称号的朱帅。朱帅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天才拳手，22岁时就出征日本，对阵日本排名第1的卜部公野。赛前2人的胜率预测高达9比1，基本没人看好朱帅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将能够获胜，但朱帅的表现打了所有人的脸，不但赢下比赛，还只用了55秒，直接把日本主场打成了图书馆。好的，朋友们，本场比赛正式开始，由朱帅对阵朝九玉贵。这场比赛可以说是一场非常瞩目的中日格斗大战。两位选手都是非常顶尖的中日高手。这场比赛其实也代表着中日国际水平到底差距有多大。开局两人频繁换拳换腿，朱帅发起猛攻，这一波进攻小高潮也是引得现场阵阵欢呼。朝九玉贵在4年的年终盛典对上王治郅第4个跳膝 KO 了王治郅，但是呢脚部严重受伤，整整的休养了1年，再回到武功的擂台。朝九玉贵在中国这个60这个级别当中已经成了大家的一个噩梦，是，就是无人能够战胜他。没想到朱帅复制了在日本 KO 了 Crush 王者卜部公野的情况。中途的这个要打一个先给了对手一个读秒，但是不知道后续这场不是卫冕战，对，朝九玉贵的卫冕战在3月，是，这只是一场超级战。对。朱帅击负，前手连续命中，左手的摆拳，漂亮。我们能看到朱帅这一波精准命中是将对手打得完全没法还手。要知道朝九玉贵在日本那也是呼风唤雨的人物，在前几场比赛中面对中国选手也是优势尽显，但这场比赛面对朱帅，比赛的节奏完全发生了逆转。现在朝九玉贵的这个脑袋还是非常清楚的，是一直在瞄他老爸，他老爸一直下手，过去他老爸第1回合是不会下手，现在没办法被朱帅打倒之后，对，僵了，不得不下指令。其实朝九玉贵的老爸对朱帅有一个病，就是第1回合就能 KO 了这个日本最厉害的卜部公野，他觉得非常了不起。朝九玉贵1年后的这朝九赌是他号称在街头200场比赛，他是空手道的高手，对，空手道高手。其实他本来是正德连续的左右手摆拳，朱帅这一波又是打出了压制。我们能看到现在比赛的主动权已经完全掌握在朱帅的手中，进攻都是由朱帅主动发起的。朝九玉贵想要反击，跳袭，低扫差点将对手扫倒了。朱帅右手重击，连续猛攻，再加击顶，两人搂抱在一起。第1回合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，好的，铃声敲响，第1回合暂告一段落。很紧张啊。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比赛来到第2回合，在第1回合中朱帅是占据了主动权。那么来到第2回合，我们来看一下两位选手刚开局还是比较谨慎的。朱帅的步伐非常的稳定，而且一直在防守，右手重击打出，再防对手的一腿，两人打入近身。朝九玉贵的打法现在看起来有点着急
在第一回合中确实落入了下风，但是哎呦，朱帅又是一发后手迎击拳打到对手的面部。话还没说完呢，两人的交锋这是没有停下过啊！又来跳膝，低扫接腿放倒，一气呵成，这就是朱帅的技术，非常的全面。还有一个高位的扫腿，这种大开大合的打法，正说明了现在朱帅的自信啊，非常的爆棚，各种出招啊都敢打。张康啊，他对于朝九的分析也非常清楚。为什么过去中方选手打不赢这个朝九玉桂，就是因为朝九玉桂节奏很快，会把中方选手带乱。再来呢，朝九脚步快，这个中方要控制距离做连续击打都很难。那另外呢，这个朝九腿法的击中效果比较好，所以会引起裁判的青睐。那以上呢，这几点都已经被朱帅给破解了。对，因为他们团队做了这个比较细致的研究。是。来，那当然了，这个朝九玉桂啊，他们在练功也有他们特别的方式啊，所以你看这个朝九的这个肉，我们能看到朝九玉桂他的出招啊，现在明显缓慢了许多，他的体力啊也是在饱受折磨，因为在之前的比赛中啊，他很多时候都是一回合就将对手 KO 掉了，所以说啊，他没有做一些耐久性的训练。这场比赛到第二回合啊，又是高强度对拼，很明显啊，他的出招速度已经变慢，而且力度也已经减弱，而朱帅这种花式的打法啊，是让他头疼不已。越打越生气，两人换腿，还想转身边拳，但软绵绵的啊，朱帅根本不吃这一套。而且呢，他们最近他的弟弟朝九太阳刚刚用这个3个月处 KO 了日本选手，所以他们这个家族也是会这个秘密的绝招了，点穴的绝招，用这个脚趾头那一块来点你。对，刚刚王鹏飞没用出来，王鹏飞一直想学这一招3个月处。好，今天呢，其实。我觉得朝九玉桂的这个战术都是选择对拼，就不像以前的朝九玉桂，我感觉了就是1年没打比赛没感觉了。经常不上擂台会失去这种擂台氛围。两人开始疯狂的换招，这一回合的时间马上就要告一尾声了。主帅向后拉扯，保持好自己的节奏，铃声敲响，那这一回合也暂告一段落。马上开始第3回合，也是本场比赛的决胜局。最关键的一回合来了，这场比赛两人是打满了3个回合啊，而前2回合呢，朱帅啊是有一些优势的。第一回合可以说是大优，第2回合呢有一些小优，或者说啊有一些平等的均分。那么第3回合将要决定两位选手谁能够靠点数获胜，或者说能够打出 KO 的话就最好了。转身边拳打空，对手躲过这一招。朱帅现在的打法也是非常的凶残啊。这种凶残的打法是各种各样的出现，而且我们看到台下有死神方面在现场督战，方便啊也是作为朱帅的师傅啊在现场督战。可以看到这边叫停了之后，对手还来了个跳膝，日本人有点不讲武德啊，他为了赢这场比赛已经疯魔了，他真的很怕自己的9连胜被终结掉。第3回合朝九玉桂可以说是使出了吃奶的劲儿，想要赢下这场比赛，但朱帅的反击也非常到位。各种防守，家族啊，他们在整个战斗的意识啊，他相当的强调，在日本的原话就是训练瞬间的一个认识跟闪念，就是一个闪电之间的一个念头。我们老爸的一个家传的一个心法，相当的这个深奥。啊，今天朝九玉桂的老爸也是比较辛苦，从第1回合喊到第3回合。哦。朱帅卯足了全力，朱帅能不能拿下这场比赛呢？好，至于朝九玉桂的这个日本战，就是3月28号。朝九玉桂现在是完全拼了的一个状态啊，超负荷的在作战。朱帅非常冷静，见招拆招，这边又接触对手的一波攻势，裁判拉开。这边裁判也是在对两人进行劝解，说两人打得别太上头啊，感觉两个人都已经是打得非常的杀红眼了。顶膝，朱帅要小心，这回合还剩60秒，对手开始最后的反扑，跳膝刚才也是命中了，
虽然说朱帅是有优势，但这回合一定要小心。好的，铃声敲响，刚才不是说还有60秒吗？怎么直接敲铃了？看来现场是有一些技术的误差，但是没关系啊。第3回合到此结束了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要进行点数的判定，来看一下这2位选手究竟谁能获胜？是朱帅终结对手的10连胜，还是朝九玉桂继续延续在中国的统治？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好，现在我来宣布比赛结果：1号裁判29比27，2号裁判29比27，3号裁判29比27，比赛结果红方胜。